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大家都知道，搞维修离不开一个调压电源。如果买新的，如果坏了的话，也是比较心疼。那么这个自己改装的调压电源呢，还是比较抗造的。但是呢，今天它突然里边爆了一声，我们看这个位置全黑了。现在副电源和主电源应该都坏了。现在我们插电没有任何反应啊，以前里边是有指示灯的。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把这个副电源给它焊下来，然后检修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检修这个主电源。现在经初步判断，这个副电源损坏的还是很厉害的，这个光偶已经不行了，这个431也已经有可能是坏了，然后这个是一个 U1， 这个芯片已经击穿了，这个功率管没有损坏，它的输入是220伏，然后通过这个保险电阻，然后通过整流桥进来，然后经开关变压器，然后加到开关管的集电极，然后震荡。这个位置是 DRC 电路都没有损坏，这个位置有两个二极管，现在两者是已经击穿了。那么这个是300伏滤波电容，这还有一个电感是拍绿的，然后这就是光偶，光偶完了，这是431这边有一些辅助元件，那么辅助431进行稳压。这个位置是过压保护的一个3极管。好，下面我们先把这个管子给它卸下来，因为它已经击穿了，我们量一下，它已经击穿了。这个管有可能是个3极管，我们看一下具体型号。另外我们看这个铜箔片这个位置已经烧折了，那么很显然是一个大短路。这个电源这次损坏的原因很可能是副电源坏了，然后才把主电源烧掉的。下面我们把这个 U1 给它焊下来，然后再把铜箔片给它接上。经我检查呢，是这个 ACT30A 坏了，现在它已经短路了，手头没有这个元件，而且是一块小板，应该没有什么修理价值了。下面我们拿一个别的副电源给它代换，只不过需要把后边的电源改高一些。暂时来看，这个模块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，因为这一个小模块才3块多钱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模块换上就行了，因为它的供电是17伏，而且电流非常的小，不需要这么大的模块，这个就可以。我们看它的变压器的个头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我们只要把这个输出电容给它换成一个耐压值高一点，这个是35伏的，这个是25伏的，都是470的。然后我们再把431的电阻给它改一下，改成17伏输出就可以了。我们看这个模块是12伏输出的，我们只需要把431控制级这个电阻，也就是下分压这个电阻改小一点就可以了。改上面限流电阻如果加大也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位置是正极输出，我们看这个电阻呢，它上边这个电阻，这是上边限流的电阻，然后这边这个接地的是下边分压的电阻，中间这个位置接431控制级，也就是说是这两个电阻，我们只要把下分压电阻的阻值减小一点，或者是把上面限流电阻的阻值增大一点，那么我们这个12伏的电压就能够变成17伏。好，下面我们把它改一下。经过我一系列的改造，终于给它从12伏提升到了17伏。原来这个431控制级这个电阻是 9.2K 的，我给它串了一个 5.1K 的电阻，这样它就变成了 14K。这个滤波电容是25伏耐压的，我给它换成了35伏的。由于这个电容的引脚比较短，是一个旧电容，所以我又给它加长了一个引脚，这样就能够正常输出了。好，下面我们给它测一下电压。
好，我们插电，指示灯亮了，我们测一下电容两端。17.24伏，完全可以了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否已经有故障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主电源坏没坏，我们测量一下。功率管已经击穿了，那么很显然主电源这个3842也够呛了。这个电源我们明天修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模块的组成。这个小模块采用的芯片型号是 ICW108， 这个正极也就是300伏滤波电容的正极，它接的是开关变压器的初级，然后是初级，然后是芯片的这个引脚，这个引脚芯片的这个引脚是接地的，那么这个位置是 DRC 电路，它的4角是稳压的，是接到光偶的这个引脚的，它的3角是供电，是接到我们反馈的这个二极管这端，这个滤波电容的，也就是供电滤波电容的这端。另外这儿还有启动电阻，它的2角是空角，1角是通过电容接地，应该是震荡引脚。那么这个就是光偶，光偶这一端是接到这个小的431，这个431这个位置，然后431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上限流下分压电阻进行稳压。这个是输出指示灯，这是一个滤波电容和输出的整流二极管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